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5年的10月14号，今天是星期二，我们来听故事了。今天我们来说一则中文故事。好，来听老师的直播课，记得帮我点赞支持我。那么也欢迎大家多多留言，告诉老师你喜欢 HSK 还是喜欢听故事呢？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说的故事是一则爱情故事哦。好的，看一下。好，那么欢迎大家，我看到了 Hardwin、Mandarin、Alexander、艾云，好，记得帮我点赞哦。好，今天的故事叫做错过的爱。错过的爱，什么叫错过呢？错过就是你在当时没有珍惜，或者是在当时没有把握机会，那么你就会错过。你可能会错过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可能会错过一个你很爱的人，你可能会错过一个很好的工作。一则爱情故事哦。好，所以错过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人，或者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没有珍惜，你没有把握，所以你让他离开了，你没有去把握他哦。好，慧君，欢迎雅玲、裴静。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故事吧。李明和林雪是大学同学，恋爱3年，却因为一次激烈争吵决定分手。好，我们今天的主角来了，李明男主角，林雪女主角，他们是大学同学，而且呢，他们是一对恋人，他们恋爱了3年，却就是但是的意思哦，却因为一次激烈争吵。好，争吵就是两个人可能会吵架，但是呢，它不是一般的吵架，它是很激烈的。激烈呢，表示吵得非常的大声，意见非常的不合。激烈争吵的话，如果是一对情侣，太过激烈的争吵，可能对方就要分手了，对不对？你可能要跟对方分手了哦。好，决定分手。好，所以他们决定不在一起了，分手。分手一般是用在情侣身上哦。好，那如果是夫妻呢？夫妻就是离婚了，对不对？好 ，Hello， 春娇对不对？何香哦，欢迎。好，那毕业后，李明在美国当律师，林雪留在家乡当一名老师，两人形同陌路。好，那两个人分手了。他们大学毕业之后呢，李明去了美国，他的工作是律师。那林雪呢，她留在自己的家乡当一名老师。好，一名这个量词一般可以用在职业上面啊。两人形同陌路。好，这是一个成语，形同陌路。陌就是陌生，路好，陌路就是好像你不会去走那条路，所以形同陌路的意思指的是两个人就变成了陌生人，陌生人。所以如果你说我跟他形同陌路，那表示呢，你可能跟他想法没有交集，而且呢，你们两个本来是认识的，但是之后呢，就好像陌生人一样，两个人就好像不认识的人一样，形同陌路。那什么时候你会跟另外一个人形同陌路呢？可能你们意见不合，可能你们经历了很大的争吵，可能你们吵架了，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原因，你们两个就好像变成陌生人一样。两个好朋友有没有可能形同陌路？有可能，因为你们可能抢了对方的女朋友，他不再信任你了，或者呢，你骗了他的钱，好朋友不再信任你了，他不想再当你的朋友了，你们两个人就变成好像陌生人一样，
你们两人形同陌路，不是在一条路上啊。好，这个成语我觉得蛮好的哦。好 ，Henny 你好。5年后，他们在朋友的婚礼上再次意外相遇，他们的心情五味杂陈。夫妻之间也有可能形同陌路啊，那可能你们离婚了，对不对？或者你们分居了，你们觉得你们的婚姻不再有意义了，可能你的先生有外遇了，可能你的老婆有外遇了，所以你跟他形同陌路了，你不再相信他了。夫妻之间也有可能，兄弟姐妹也有可能哦。兄弟姐妹有时候为了争遗产会形同陌路，我不想再让他当我的兄弟或我的姐妹了啊。好，5年后他们再次相遇，那在哪里相遇呢？原来是在一个朋友的婚礼上，他们再次就是 once again 再次，意外就是他们没有计划好，他们是很突然的发生的事情。怎么林雪在那里啊？意外 accidentally 相遇，他们的心情五味杂陈。好，一样这是个成语。什么叫五味杂陈呢？就是你的心情很复杂 very complicated， 你的心情可能看到林雪，李明有一点高兴，但是又有一点害羞，又有一点害怕，又有一点不好意思，又有一点尴尬，是不是有很多种心情，有很多种感觉，你不知道是哪一种感觉，这个叫五味杂陈。当你遇到了让你不知所措的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五味杂陈。比如说你遇到很久以前你爱的人，他怎么在那里？或者呢，你遇到了一些让你不敢相信的事情，你也可能五味杂陈啊。你的心里有太多情绪了，都混在一起了，混合在一起了，这个叫五味杂陈啊。白手杖安全日是什么日子？我不晓得耶。白手杖安全日，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哦。林雪看到李明，笑容有点尴尬，他很尴尬，为什么？他们分手了，但是又再相遇了。当你遇到旧情人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很尴尬，对不对啊？好，林雪的笑容有点尴尬。李明拿着酒杯，轻声说：“林雪，好久不见。”好，那么当然，李明男人嘛，一定要主动的先跟以前的旧情人打声招呼。所以呢，李明拿着酒杯，因为在朋友的婚礼上一定会喝酒，所以他拿着酒杯，轻声说：“林雪，好久不见。”好，如果你遇到旧情人，我觉得你跟李明一样，一定会觉得很尴尬。但是呢，你还是得要去跟他打招呼，对不对？你不能当作没看见，你还是要去跟他 say hi， 打个招呼啊。好，婚礼过后，他们在花园散步。好，这个朋友的婚礼结束了，过后就是结束之后。那么朋友的婚礼有一个花园在那里，然后他们两个人就在花园里散步。月光下，他们沉默不语，脑中回忆起大学时的美好时光。好，那各位同学，沉默不语就是不说话，很简单，但是这个成语是很常用的。沉默不语表示不说话，保持沉默，不说话。那么他们呢，不说话，脑中回忆了一些事情，回想了一些事情。他们回想起大学的时候，他们还是恋人，他们还是情侣的时候，哇，那个时候真好，那个回忆真美。所以呢，我们中文常常会说like beautiful moments, wonderful memories。我们中文可以说美好时光。
有时候我们会想起自己小时候的美好时光，有时候我们会想起自己在中学的时候的美好时光，那些时候多单纯啊，不需要赚钱，没有工作的压力啊。鸦雀无声一般指的是一个地方鸦雀无声啊，不是指两个人啊。鸦雀无声，你可以说哇，这家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啊，好，感觉是鸦雀无声，对不对？啊，表示这个地方某个地方很安静，我们才会用鸦雀无声啊。好，那这个林雪问了一个问题哦，这几年你为什么不再找我？林雪突然问，忽然问，眼里闪过泪光。好，我们用闪着好了哈，闪着泪光会比较好一点。闪着泪光啊，好，这个是闪着。好，老师再念一次啊。这几年你为什么不再找我？林雪忽然问，眼里闪着泪光。好，那林雪就问了李明这个问题：这几年5年过去了，你怎么不来找我呢？那他问的时候，他其实心里觉得很难过，所以呢，他的眼里闪着 shimmery， 闪着泪光 shining。所以如果你的眼里闪着泪光，表示你快要哭了那你可能觉得很难过，或者真的五味杂陈，所以你的眼里闪着泪光其实你希望你的旧情人来找你沉默不语跟默默无言，默默不语，我觉得我会说默默不语耶，我比较不会用默默无言这样的成语，我会说默默不语一样，但是呢，这个沉默不语比较常用沉默不语比较常用，默默无言，默默无闻，我比较会用默默无闻，就是没有人听过你的名字，默默无闻这个我比较会用我不会用默默无言，好像没有这样的成语有人说老师您好，我还是个 beginner， 但我很喜欢你的频道。哇，说真的，你好棒，你的课很有用。好，谢谢你谢谢 ，Thank you so much 好，我们还有 Ankle 同学 ，Ankle 2是我的会员老师眼里闪着泪光，不是热泪盈眶的意思，一般来说热泪盈眶会用在比较好的事情上面，感动的事情上面。你们觉得林雪现在很感动吗？不会，对不对？所以这里不要用热泪盈眶，热泪盈眶是遇到感动的事情或者就是比较好的事情，或者让你觉得I'm so touched， 这个时候你会热泪盈眶。所以我觉得林雪现在并没有很感动，她反而是有一点难过的，所以这里不要用热泪盈眶好 ，OK， 好，没有问题吧，各位同学有些成语很像，但是它的意思天差地远，其实完全不一样好，默默无闻，有一个成语叫默默无闻，它的意思就是我没有听过这个感觉是这个人是 nobody， 默默无闻，这个人一点名气都没有，完全不有名，那他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所以我有听过默默无闻这样的成语，但是我不会用默默无言这感觉不是一个成语我会用默默无闻好的，我们看一下李明苦笑。当你遇到一些尴尬的事情，或者不晓得该如何回答的问题的时候，你就会苦笑，或者你觉得很尴尬，你会苦笑其实你没有真的笑，你的心里还是觉得很复杂很不是滋味，所以你会苦笑bitter smile 我以为好，这是为我以为好，我改一下好，
我以为 I thought， 我以为你不想见我了，我也怕打扰你的生活呀。好，所以李明为什么不去联系林雪呢？他的理由是，李明以为林雪不想再见他了，然后呢，李明也怕打扰林雪的生活。好，这个理由你们觉得好吗？我觉得如果李明真的爱林雪，应该要鼓起勇气打电话联系林雪，我觉得应该要这样，对不对？说不定他们又复合了，那不是很好吗？所以两个人分手之后又在一起了，我们中文可以用这个动词叫复合，就是本来分手了，后来发现其实我们还是适合彼此的，复合了。好，所以我觉得李明当初如果有联系林雪，那么说不定他们现在已经复合了啊。好 ，Hello 宋平，好大的月亮，好大的月亮，对不对 ？Mandarin。好，那这个理由呢，不晓得女同学们可以接受吗？我觉得只是个借口吧。李明可能还是鼓不起勇气，我觉得这是一个理由，一个借口啊。好，我们往下看。林雪，叹了一口气。其实我一直很想你，但也提不起勇气找你。好，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表达，叫提起勇气，就是 plug the courage， 提起勇气。那如果 you cannot plug the courage， 那就是提不起勇气。好，有时候你提不起勇气做某一件事情那我们就要努力的提起勇气。好，或者中文可以说鼓起勇气你可以用另外一个字叫鼓起勇气我们这里有两种表达都是可以接受的，第一个叫提起勇气，第二个叫鼓起勇气，两个都可以两个都可以。好，那其实都是要勇敢的去做一件事情，我们中文就可以用鼓起勇气或提起勇气好，那么林雪其实也很想李明，但是他也没有勇气联系他，所以两个人都没有勇气联系彼此，他们就错过了一段爱情，对不对？很可惜。我们有时候人生也是这样，其实你一直很想某一个旧情人，但是你又怕他拒绝你，或者你怕他有别的男朋友女朋友了，所以你还是错过了这个机会所以有时候我们人生不要怕，我们鼓起勇气去做，我们提起勇气去做Hello 乔马来了，欢迎。好，老师说的很简单，其实很难，对不对？我也觉得说的容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To say is one thing, to do is another。其实呢，说比做还容易，真正要鼓起勇气是很难的，很不容易的。人生有时候真的当你真的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真的要很勇敢，对不对好，夜深了，月亮高高挂在天上，四周很多萤火虫，他们开始聊起大学的回忆。好，夜深了什么意思呢？表示可能本来才9点，现在可能11点12点了，晚上11点12点了。好，夜深了好，月亮高高挂在天上，四周很多萤火虫。好，你们都知道萤火虫对不对？好，如果晚上有萤火虫在飞哇，那个气氛很美很漂亮他们很浪漫，他们开始聊起大学的回忆 memory 回忆好，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人生都是这样子，说起来很容易，真正要去做的时候，你会考虑很多，最后反而会害怕，然后就不做了，对不对好，
两人时而欢笑，时而沉重。好，陈旧的伤口似乎在一句句的笑语和理解中慢慢愈合。好，这一段比较难哦，我们看一下。两人时而叭叭叭，时而叭叭叭。Do something sometimes and do another sometimes. Okay, so it's like do something while do something. Okay, 时而欢笑，哈哈哈，时而沉重。好，什么叫沉重？沉重指的不是重量，而是心理的感觉。沉重是一种心理的感觉，是一种心情，表示你觉得 heavy hearted。什么时候你会觉得沉重？聊到一些悲伤的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心情很沉重。所以沉重不是指真的重量，而是指你的情绪很不开心、很抑郁的感觉，那你会觉得很沉重。聊到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心情会很沉重啊。好，那么陈旧的伤口似乎在一句句的笑语和理解中慢慢愈合。好，陈旧的伤口你可以说两人一边欢笑一边不行，因为这里沉重。我觉得在这个书面语里面啊，用时而更好，是一个很美的表达。时而叭叭叭，时而叭叭叭啊。这里不要用一边，一边感觉很奇怪。一边的话，我觉得感觉是同时在做一件事情啊，但是时而就是这个时间做这个时间在欢笑，这个时间在沉重，这个时间又欢笑哦，比较有交替的感觉啊。我觉得用这个用时而书面语或故事题里面用时而更漂亮更好。好，陈旧的伤口，大家想一想是什么伤口？我觉得它指的就是他们大学的时候分手的那种伤痛我们可以这个算是个 metaphor 譬喻法。他们大学的时候恋爱3年，最后分手了，这个是一个陈旧的伤口，在他们心里是一个陈旧的伤口然后呢，这个伤口慢慢愈合 healing slowly healing 慢慢愈合。好，那他们怎么愈合呢？两个人相见了，哈哈哈，欢笑一下我更理解你了，原来你是因为这样子才跟我分手的原来你的境况是怎么样。好，他们在一句句的笑语和理解中，慢慢的这个伤口愈合了，好，所以其实指的是大学的时候他们分手，那个是一个很久以前的伤痛。但是呢，现在两个人一起聊天，一起欢笑，一起更理解对方，那以前那个伤口就慢慢的好了，愈合了，好了。OK， 好，我们往下看。李明轻声说：“一时不可以。”一时指的是很短的时间，不可以用一时，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一时的意思完全不同一时是指 a short time， 一时好，李明轻声说：“林雪，或许我们可以再试一次。”一句一句什么意思？艾云，我不太了解你的意思。一句一句，似乎在一句一句的，似乎在一句一句，可以说似乎在一句一句的，但是艾云，当然你可以说一句一句的，但是呢，这会让整个文章变得有一点冗长。你们知道冗长吗？有一点冗长就是会让它变得太啰嗦了一点。too much 的感觉所以一句一句是没有错的，但是呢，老师建议你用一句句是更好会让整个句子变得比较简洁比较没有那么复杂所以我比较建议你们用一句句就可以了好，当然你用一句一句的也可以但是这个会让整个句子变得有一点冗长好的。OK， 李明轻声说：“林雪，或许我们可以再试一次。”
那你们觉得林雪会答应吗？好，我们看一下，林雪愣了一下，然后羞涩的笑了，她头低低的，说了声好。哇，林雪说好，那就是林雪答应了，她答应了李明的请求，他们可以再试一次，他们可以变成情侣，说不定这次比大学的时候更好更顺利，对不对？好，愣了一下表示你呆了，呆住了一下。 OK， 好，然后羞涩，羞涩就是害羞，然后你也可以说然后害羞的笑了。羞涩我觉得哇，这个词是更好的词，这是比较 advanced 的词，但是更好，这个感觉表示你中文水平蛮好的，很高哦。然后羞涩的笑了，他的头低低的，说了声好。 OK， 哇，那就他们可以再谈一次恋爱了，对不对好，我们看一下，多年错过的缘分终于有了崭新的开始，他们都明白这次要好好珍惜。好的，多年错过的缘分。好，这个中文的词汇缘分，其实在英文是很难找到一个翻译的。这个缘分指的是一个 bond， 一个缘分就是你跟另外一个人相遇、认识，甚至相爱，这个是需要缘分的。如果你们没有缘分，你们可能这辈子也见不到面。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说要珍惜身边的人？因为你可以认识你身边这些朋友、亲戚、家人，都表示你跟他是有缘分的注定好的，上天注定好你们要在一起的你们要成为家人，你们要成为朋友。羞耻啊，不行哦，宋平，羞耻是 shame ashamed 不可以羞耻的说，那可能林雪做了什么非常非常不好、不道德、丢脸的事情才会说羞耻哦。羞耻是一个很重的词，就是 ashamed like what a shame on you 那种感觉所以不要用羞耻要用羞涩，羞涩就是害羞不好意思，害羞好，那么终于有了崭新的开始，崭新就是 brand new， 这个词很棒崭新的开始这个词一定要记起来，非常的好的词崭新 brand new。 OK， 他们都明白这次要好好珍惜。 OK， 好，那这个故事我觉得是一个圆满的结局，是一个好的结果因为这个李明跟林雪终于相遇之后，他们决定要重新开始了好，那么我们来问问题咯。问题一，大学时李明和林雪发生了什么事？好，大学的时候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还记得吗？他们是什么关系？后来怎么了？然后又怎么了？我跟他有缘，很好的句子，你可以说你和谁有缘，表示你们有缘分你们有缘分彼此认识，可能彼此做生意，彼此交朋友好，答对了，非常好。李明和林雪相恋3年，然后呢，发生了一次激烈争吵，或者你可以说激烈的争吵，然后分手了。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好，如果你要回答完整一点，你可以说李明和林雪相恋3年或相爱3年，后来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决定分手了。好，这是完整的完整的。为什么故事不是写复合的爱情呢？对耶，有道理，艾云说的有道理因为我想教你们错过这个词了，我觉得错过这个词还不错。有时候你会错过火车错过飞机错过这个词也是很实用的错过机会佳佳说他们本来是情人，但有一次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决定分手了。很棒的回答。
好 ，Mandarin 说，大学时李明和林雪谈了3年的恋爱，激烈的争吵后，他们分手了。哇，很棒哦，你们很会回答啊。好，他们恋爱3年，后来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然后就决定分手了。很好，乔马说这个叫没错过的爱。好，应该叫这个重新复合的爱情，是不是？复合的爱情啊。好，我们看第2题，问题2，他们在哪里再次相遇？好，这题应该不难。他们在哪里再次相遇？好，答对了，很好。这题大家的回答速度都很快哦，非常快的答出了答案。他们在朋友的婚礼上，答对了。他们在朋友的婚礼上再次相遇，很棒，答对了。好，而且是5年后了，对不对？李明在美国当律师，林雪在家乡当老师。5年后，他们在朋友的婚礼上相遇了啊，很棒。我们再往下看，问题3，他们最后决定怎样？好，他们这个回答也可以很简单，对不对？哦，他们本来在大学的时候相恋3年，后来决定分手了。但是呢，在5年后朋友的婚礼上，他们聊天，他们彼此了解之后，他们最后决定，答对了，复合了啊，用复合这个词就可以了。或者呢，像 Mandarin 说的，他们决定再试一次，看看呢彼此是不是适合彼此。好，你可以说他们决定复合了，他们决定再试一次，都可以，很棒哦。这个答案就是这样就好了。复合这个词也很好哦。你本来跟某一个人分手了，后来你们决定再次的在一起，那这个就叫复合啊。重新开始交往也可以，他们最后决定重新开始交往。他们想再试试，宋平我们会说他们想再试一试，他们决定再试一次，我觉得更好，他们决定再试一次啊。好，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词汇。每个词汇呢，我会念3遍。那请大家找出相对应的图片或照片啊。争吵，争吵，争吵，羞涩，羞涩。一般用在女生身上啦，如果你用在男生身上，有一点是开玩笑的 ，jokingly。如果你对男生说羞涩的话，你是在开玩笑。一般羞涩是用在女生身上你用在男生身上会有一点点奇怪，除非你在开玩笑。腼腆也可以，腼腆男生、女生、小孩子都可以用腼腆是很好的词好，但是羞涩是用在女生身上比较多。好，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愣，愣，愣，沉默不语，沉默不语，沉默不语，形同陌路，形同陌路，形同陌路。好 ，OK， 那希望你们今天有学到一些重要的词汇，今天也教大家很多成语，这些成语都很实用，希望大家把它记起来。好，那么我们就星期4的时候呢，再继续上 HSK 的课程。今天感谢大家跟我一起听故事，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故事。谢谢这个 Anko 2， 哇，这个升级了，把我的会员等级升级了，谢谢。好，那如果你们对李明和林雪的故事有什么想法，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老师会回复你们哦。如果你觉得他们不应该复合，因为他们还没有更了解彼此，或者是你觉得李明还是要再主动一点，或者你觉得女生也可以主动啊，为什么都是男生主动？林雪也可以主动一点啊，为什么林雪要那么被动，等着李明联系他呢？你可以把你的意见留在底下
好，OK，那么我们下次见，拜拜。